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秦王，请回吧。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。阿影，你走吧。既然我们都无法说服彼此，那就用一段时日，都好好想一想。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日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起话，但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是因为爱重我，才不愿意看到我用性命去换别人。如果那日我们处境互换，我想我也会这么做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？你快回去吧，不要耽误了军中颠忙。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情能为你守的承诺，也不能因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情的我们曾分过，从此爱上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情能为你守的承诺，也不能因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石七郎，我就知道你出关会往这边来，所以带着弟兄们来接应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哈哈，不像有些人把自己兄弟都打晕了。先回去，父亲不埋伏。好嘞，这样，
说，桃子，桃子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干果，给。怎么了？你连干果都不想吃了？不是不想吃干果，只是明天我就要和校尉一起随军撤走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大将军得知校尉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他担心的不行，一定要亲自来接校尉。可他是节制两镇的大将军，要是贸然出现在潼关，怕是朝中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校尉说我们得赶紧撤回，途中也好遇上大将军。那我明天去送你。你别来了，校尉不开心，我不想让他看到珍惜军中的人。我这就去跟十七郎说，让他跟校尉赔个不是。啊！你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瞎掺和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梦中未必丹青剑，人间久别不成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校尉说的，意思是，只要分别的够久，人就不会觉得悲伤了。我不这样认为。我只要跟你分开，我就会觉得悲伤。要是跟你分别久，那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，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。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两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啊，这个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他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他被大军拱卫，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清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，一只向南，一只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
秦王奏请还朝，今日回京了。起初礼部还在议是否令百官交迎，秦王得知后给立辞了。不过今日满京城的女儿家全都涌到街头去看秦王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都盛传说秦王真是英勇无仇，威风凛凛呐。父亲想说什么便说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秦王殿下呀？3日以后。哦，为何是3日以后啊？婉娘在等一个人，等那个人到了，婉娘才可以去见秦王殿下。哎，豹哥啊，石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呀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石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。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走。石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呐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石七郎啊，我就算立刻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，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以后她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，
所以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我便十分感念。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婉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婉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朝臣们都劝朕，要对崔乙也有所赏赐，还要我好好笼络他们崔家。哼，他已经节制平凉、未央两府，我还怎么赏赐啊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儿子可以封爵。哎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的笼络他们崔家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有个想法。快说。听闻这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是在军中长大的，并不逊于男儿。儿臣至今并未婚娶，不如父皇将这崔氏女赐婚给儿臣。如此一来，崔氏女就变成了父皇的儿媳，而崔乙就变成了儿臣的岳父。哪怕是将来让他退出东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法子好，很好。只是不知道这个崔氏女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说她从小在军中长大啊，是不是为人很粗鲁？若是容貌又丑陋，性情又粗鄙的话，哎呀，岂不是大大的委屈你了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理应为父皇分忧，笼络崔家，以免君臣猜忌，这是儿臣应尽的本分。父皇放心，无论这崔氏女相貌如何，品性如何，儿臣都愿意娶了她，并且好好待她，从此让崔家对父皇忠心耿耿。莱儿，还是你最顾全大局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父皇以后呢，一定赐几个美姬给你当侧妃，不会让你白白的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放心吧，父皇喝茶。好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聂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也要看看李聂会有什么反应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您节制平凉、未央，咱们崔家军又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
女儿已经想清楚了，世事如棋局，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棋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棋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陛下，崔乙奏书中说，是陛下示意，想将其女赐婚于齐王，确有此事吗？朕确实是派人去问了一下。陛下之意便是圣意，但是他身为臣子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要为女儿在皇子中择婿，视当朝礼法为无物，还请陛下下旨申斥，以正朝风啊！没错，这个崔乙确实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以为皇室是菜市啊，想挑就挑。陛下，崔乙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又占据东都，朝中上下本就忧心他权势过大，无人辖制啊。陛下圣明，愿意选崔氏女为皇子妃。如今崔乙不过是婉言相求，为女儿择一皇子为婿。陛下不如应允，此举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收归崔家兵权，真是高明啊！朕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。可是朕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，那是他们崔家无上的荣光啊！怎么还能再上奏书说自己挑一个呢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崔家无状，崔氏女怎堪为皇子妃呀？无人无状，陛下是君主，胸怀广阔，能容天下。崔家所为，陛下定然可以宽宥。先君后臣，天经地义，岂有臣子挑选皇子为婿的道理？你这是食古不化，不通辩理，你这是迂腐。你这样说，可对得起陛下，可对得起列祖列宗？你这是不懂礼数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你忘了祖宗。多谢嫂嫂。二弟客气了，你们兄弟二人慢慢聊。大哥真是娶了位好嫂嫂啊，臣弟羡慕不已。这一下朝二弟就赶到我府上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哥，这次你务必要帮我呀！崔乙说要在我和李逆之间择婿，崔乙说是在皇子中间择婿。啊，我想大哥已经娶了王妃了，想必那崔小姐不愿意嫁过来做侧妃，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一把。我要是能够得到崔家助力的话，以后必定会全力相助大哥入主东宫的。大哥意下如何？二弟说的有理，这崔家小姐绝不能嫁给李逆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他要嫁给我们17郎啊！就是17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。又没说是我，你就别嘴硬了。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17郎，对，娶崔小姐，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。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他的夫婿来管辖。嗯，那咱们说这种好事儿，
他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。对啊，不能让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啊！哎，17郎，就是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啊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17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不能算，算，不能算，我说不能算，行了，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我说跟你算。17郎，新郎官你别走呀。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阿英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，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宁。阿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萧伟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接了结说的兵。所以才恨我，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莹要去的地方。山清水秀，阿莹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她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莹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莹到了那儿。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英。17郎，17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？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17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见。既然约见，只怕事有不协。乐游园还是那么美啊！阿英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，
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，但你那2个兄长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为，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构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，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17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唯有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1次见面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却知道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
十七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他一定会选十七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小姐，你刚刚跟秦王到底说了什么呀？怎么突然就不欢而散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来找你商议婚事的吗？怎么的？难不成他还不想娶你了？他只是不愿意做太子，但是他不明白，如果他不做太子，他就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全不了，还如何娶我呢？他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明明那么喜欢你，喜欢到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这难不成让他做太子，比要他的命更难吗？如果还记得为你说的承诺，也不能遗忘，会为你爱着。你看，4时有序，风雨无晴，这天都要黑了，偏偏又下起雨来，这行路的人该有多艰难？从此爱上忧愁，沿着记忆的光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说的承诺，也不能依靠，会为你爱着。哎，那不是秦王殿下吗？这么一大早的，殿下怎么从城外驰来？殿下看上去竟有几分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，殿下，信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信王府昨夜走水，信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，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，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走水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真没想到，信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，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
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旁边院墙的砖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隐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，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呐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，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哼，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？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望奶娘啊。崔乙上书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，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若崔乙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京晨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
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啊，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侍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吧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静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萧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也兵权自重，为师一如之前的孙静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，姓王、齐王都是金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，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
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石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，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吗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“我想娶你”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，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。否则，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校尉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不能让崔毅轻易察觉。明白？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。信王以才艺为由，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
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丽娟，丽娟，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取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林毅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。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，连同人证物证，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他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，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你的没有啊！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信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他能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，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
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信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信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！你要被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你要把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，父皇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栏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。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栏关做侍妻了，就可以回到牢栏关做侍妻了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了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但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
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。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。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如果忘了留，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使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也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这儿，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来点糖饼。我要吃，哎，要2个这个，再要2个这个吧。哎，好好。耳朵，你说这次小姐为什么要独自去见秦王，不让我跟着呢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不会吧？你们家校尉对你那么好，他不会有事情瞒你的。那是不用说的，小姐对我再是极好，那她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呢？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就是想一个人去见石七郎？就像我也就想一个人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如果你们家校尉和石七郎都在的话，那我们说话岂不是很不自在？或许他也是这么想的呢。你什么时候说起话来嘴这么甜了？我没有嘴甜，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桃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上一次我在乐游园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到底愿不愿意？傻子，我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还能坐在这儿跟你一起吃点心吗？也是，吃吧。好吃吧？
阿莹，你醒了。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莹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2个。岂不妙哉？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莹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结说勾结的狗贼，还要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莹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莹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。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她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城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莹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莹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游骑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儿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怎么样？这2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
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贩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柳成风要挟持崔林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的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受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受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了，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哪当的二哥这么夸我？都是运气，运气！你看，这浣山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柳成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我说不是，二哥，不是，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，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老包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，是。公子，附近乡间似有陌生人，还在外头的烧炭，还看到了马蹄印。李逆这个杀才，鼻子比狗还灵，现在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我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网打尽，然后在阿莹面前杀了。就是这儿了。石七郎，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阿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。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，拜堂成亲。柳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
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。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，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只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的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莹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说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解说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。因为从前那个爱护我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，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说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阿莹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莹，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，他们都会来救我的。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妻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。
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。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石七郎，老包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上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。公子，有奇来报，百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着甲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接朔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别院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公子，校尉都已经安顿好了，无论路途如何颠簸，校尉都不会醒过来。这一别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能陪伴在公子左右多年，是阿叔的福分。别那么傻。若是大将军真的冲进来，你就说是我逼你这么做的。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脱身之后再来找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崔家军的重骑在冲锋。什么样的重骑，竟然大地都震动？那是崔家军能号称定胜军的底牌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崔家军的重骑。不论是什么人，不论是什么阵法，在崔家军的重骑面前，都会被踏平的。哎呀，哎呀！快走！
有没有？快走啊！快走！这姓刘的还有用，带他一起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英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猴子，猴子，十七郎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方圆100里啊能找到的牛，通通都给拉过来了，在这个牛肚子上啊绑上树皮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牛冲起来的时候啊，地动山摇，那别院里的人啊，一看还真以为是崔家军的重骑，吓得一个个啊都大喊：“地生军的重骑来了！”那场面真是壮观带劲儿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就甭提了啊！当我骑着这牛冲过去的时候啊，这接受人是慌乱了一阵子，可一看啊，这不是重骑，哎，这就来劲了。这打着打着呀，我就看着这个阿树要跑，我就去追，这一不小心，这不就受伤了吗？你就吹吧你，你那叫受了点伤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鲍大哥这回伤的可重了，你这以后1年半载的可不许跟人动武了，否则你内脏破损了，到时候大老沈家都救不了了。哎，这不让我打架，可比那个不让我喝酒更难。哎，那酒也是不能喝的，你就只能吃点花生米了。多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。我说耳朵啊，你赶紧把人家桃子姑娘娶回家吧，免得她这一天管东管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就是。哎，你这就说的不对了，这怎么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了，就不能管东管西了？哎，不是，对，你没明白鲍大哥那意思。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之后啊，那天天就是管耳朵了，没工夫管咱们呀。是啊，桃子姑娘仗义，到时候就算嫁人了，我们受伤了，能不管咱吗？别！哎呀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可不想受伤啊！桃子姑娘，我永远不用你管啊！我们都不会让桃子姑娘操心，桃子姑娘最应该操心的是要和长耳生几个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哎，别走，桃子姑娘，生几个？生几个？生一窝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都是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陈韩畅，拜见太子妃殿下。韩将军免礼。如今我已经是清修之人，从前的称谓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是。快请坐吧。太孙殿下一切皆好，听说臣要来见你，十分欢喜，只盼着有一天能亲自来拜见你。他一定长高了许多吧？京中形势复杂，不然就悄悄带他来见你了。秦王曾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辅佐太孙，继承大统。如今您仍然觉得秦王可信吗？我仍觉得他可信。
秦王可信，献王与齐王却野心勃勃。献王居长，齐王嫡次，秦王偏又功高勋重，急招忌惮。献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这个人冲动易怒，行事狠毒，却又不太聪明。从他杀害结发妻子之事便可看出，我只希望他这一辈子都被关着。是，臣会联络朝中众位太子的旧臣，不会让献王轻易被放出来。至于齐王，他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对储君之位垂涎3尺。这个人只有小聪明，而无大智慧。他迟早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他一击而中。是。来，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振兴居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是吧？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英楼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说是去丰英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丰英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对，吃羊肉。哎，事情啊，知道。我们啊，花钱救了个人。对，我们救了个人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，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，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。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这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七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楼兰关。对，回楼兰关，都去3里冲。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楼兰关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，石七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河水18万，1万就是那一艘船，一艘船一人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的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，我的名字呢？是宗正寺给我取的。
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颖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。乳母从小就叫我17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17郎。哼，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一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。”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：“阿爹，捉1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”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的。伸手。海燕，我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摇篮河水18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是啊。命定的缘分，却错位的身份，无尽的安然，想逃离这纷争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久一些，再长久一些。只属于你这满天的缤纷。哎呀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。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言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你是唯一的誓言，心照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此生无憾。荆棘军情，积极军情。接硕攻破了白水关，白水关是哪儿？陛下，白水关是连州的紧要之地，是我朝至北最要紧的门户。白水关之后是燕州、涿州，无险可守，只能据盲河抗敌。接硕的铁骑甚至可以直入朔州腹地了。陛下，这白水关是如何失守的？
那可是据守接硕的重要关隘啊。平凉大将军崔乙本该有重兵在那儿驻守。据急报，白水关的守将就是被崔乙的养子柳成风劝降，投降了接硕。白水关以南的城池烽烟处处，被接硕的铁骑蹂躏践踏。更详细的军报还要再过几日才能传入朝中啊！臣听闻早先几日，那崔乙亲自领兵离开洛阳，一路向北。崔乙此举意欲何为啊？既然破白水关的是他的养子，那崔乙倘若早就跟接硕勾结，那现在恐怕山河危殆呀！秦王呢？用不着他的时候，成天惦记着打仗。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，这个逆子，他就是想气死朕。大哥，父皇心中还是偏疼你的，只不过近来朝中群臣又蹦出来了，说是对大哥要严惩，光是幽禁还不够，要削了大哥的王爵。父皇一听也不乐意，但是也不好公然回护大哥。这都是李逆在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这回是真的恼了李逆了，今日还破口大骂了，说李逆不奉旨就出京也就罢了，在回京的路上还特意跑到大哥的皇庄去抢了大哥的粮仓，分给了那些佃户。欺人太甚！他就是跟我作对，就是想消了我的颜面。他趁着我被幽禁的时候，他连我的庄子都敢抢。父皇说，他本来还指望着李逆去打接硕的，但崔乙一再上书，说的就在朔州附近。结果父皇一转念，说就让崔乙去打吧，还说等齐王回来了，就让他去收复洛阳。说来说去，就是他手握镇西军，他能打仗罢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镇西军都只听他李逆的呢？那是我们国朝的镇西军，又不是他李逆的。以前那是战时危局，没有人管这些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凭什么手握镇西军呢？那他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朝中群臣也多有诟病，父皇也是嘀咕了好几次，但是也削不了他的兵权呐。阿爹，好，平安就好。让阿爹看看，还好，只是瘦了些，没受伤。阿爹也瘦了，还憔悴了，肯定是日夜行军，还担心我。接到桃子飞鸽传书，说秦王已经把你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夜，阿爹才敢闭上眼睛睡着。这一路上，阿爹真是心急如焚，让阿爹担心了。秦王怎么不进营啊？是惧怕我们崔家军的军威啊？阿爹，秦王是送女儿过来跟您会合，他马上就走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只怕连根汗毛都没掉，也好意思说为了救我女儿奔忙。阿爹，他未奉诏就带兵出京，已经很冒险了。叫他那糊涂的皇帝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阿爹，他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人家救了你啊，你都不去送送啊？阿爹，您刚才还说呢，让人家糊涂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那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人家还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不去送送啊？算了，没什么好送的。我就说，哎呀，
他们李家个个都是糊涂蛋。阿爹，您现在到底向着谁啊？哎呀，真是无可救药，无可救药。报！大将军，接受破白水关了。父皇，您可都记住了，尤其是关于崔乙和白水关的那些话，一定要驳斥秦王，让他无法替崔乙说情才是啊。放心吧，就这么2句话，朕还是能记住的。那儿臣先告退。殿下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此番围猎，的确是走远了些。你口口声声围猎，怎么会围到你大哥的庄子上去了？而且把你大哥庄子上的粮食都给抢了？儿臣正想问父皇，为何在朝中与百官言道，想要解除信王的禁足，这才幽禁没有多久便要放出来，如此徇私枉法，天下如何看待？别在这指手画脚，跟那些文官一个腔调，口口声声徇私枉法。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呀？父皇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别在这里教训朕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的事可多了。哼！崔乙带兵离开了东都，听说他女儿刚刚回到了洛阳，带着不多的人留守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领着镇西军去收复洛阳吧。父皇，崔乙在北上迎击接受，父皇却命我去攻洛阳。若崔乙知道后方如此，父皇难道就不怕动摇他的军心吗？洛阳是朝廷的东都，崔乙厚颜无耻占据已久，难道不应该攻其不备，趁机收复吗？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成天惦记着打仗，现在让你去打仗，却又抗旨。父皇，崔乙在前线抗战，我们不能乱他后方。哼！白水关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军报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崔乙的儿子跑去劝降，守城之将念及旧情，不忍杀他。他倒好，带着接硕的死士，把守将给杀了。哎呀，崔乙养出这样的儿子，通敌卖国，朝中的群臣纷纷都说要治他的罪。那是顾相劝我，让崔乙将功赎罪。父皇，崔乙与他的养子柳承风早就一刀两断，只因柳承风勾结接硕，崔家与接硕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父皇就算怀疑谁，都不应该怀疑崔家。秦王，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那么朕现在问你，领镇西军收复东都，你遵旨还是不遵旨？儿臣不遵旨。儿臣请旨，回劳兰关戍边。镇西军暂交齐王代管，你就先回府，好好闭门思过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石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在朝中，陛下将镇西军交给齐王代管，齐王命我和父亲即刻出京，父亲前往灵州，我前往毕州。齐王所为，
是谋划已久。那日父皇想命我收复东都，言辞厉害。父皇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想必也是齐王叫他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将你身边的人一一调开，然后分化我们镇西军。我在这京中十分不快。自10几岁去了劳郎关，咱们就在一起。你也明白我心里，却在京都王府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而皇宫更是没有意思。可是十七郎，咱们都回不去劳郎关了。阿莹一心想让我明白，信王、齐王非可信之，说天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君主。他想让我当这个太子，可我答应过萧妃娘娘，一定要辅佐太孙。我与阿莹本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这样的事几乎闹到生分。其实他说的话我心里都明白，只是我有句话一直未同他说。十七郎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呢？是啊，我心中有所顾虑。孙敬已死，天下平定，咱们镇西军该何去何从？而崔家军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朝中会容忍太子妃手握崔家军吗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崔毅也不会把手中的崔家军交给我。那日，父皇命我收复东都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气之下，才将镇西军交给齐王。是因为我不想与阿莹兵戎相见。但一旦我成为了储君，就不得不由我亲自去打压崔家军了。人呢？桃子，你吓死我了你！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么多银钱？这都是我平日攒下来的，上一次匆匆忙忙就忘记给你了。这么多银钱给我干嘛？你先替我拿着，等将来干嘛要我替你拿着？将来？什么将来？听不懂。哎，桃子，你上回不都已经答应我了吗？这傻子，我逗你的呀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这些银钱呢，我替你好好收着。以后啊，我的饷银也跟它放在一起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买几亩田，或者这个铺子也好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以后你可得当心啊，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逛逛西长京。走吧。哎，桃子啊，这边热闹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起来啊！醒醒，醒醒！十七郎，怎么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崔小姐来了。什么？崔小姐到西长京来了，桃子也来了。耳朵现在去见桃子了。听说啊，崔小姐这次来是特意要入宫觐见陛下。觐见陛下？是啊，桃子姑娘说的。她说呀，这次崔小姐来是带崔大将军来觐见陛下的，
所以说啊，希望能在大潮之日上殿面圣。他这是想气死我！哎呀，十七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说是觐见陛下，但八成还是想见见你。你这么说，不是伤人心吗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那你教教我，说来听听。朝中忌惮崔家，议论纷纷，都像是煮沸的油锅子，但凡沾点水星子都得炸。他还来火上浇油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崔大将军觐见陛下，匪夷所思。大将军卜凤朝都不能擅自入京，更何况她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怎么能上朝堂呢？朝中那些文官唾沫星子都能喷死他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在担心崔小姐啊。他主意大着呢，我为什么要担心他？那人家都来了，要不要先去见见他？不见。真的不见？行，不去，不去，真不去。这个礼部啊，吵嚷这么些天，什么结果都没吵出来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去觐见陛下。小姐，你想不想去见秦王？这个秦王也真是的，你都已经来了几天了，他都不说过来看看你。上回他还巴巴的去救你呢，后来还把你送回来大将军那儿。我当时还想，这个人对我们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怎么突然又像陌路人一样了？你去见过谢长耳了？当然见过啦。那他都跟你说些什么呀？也没说些什么，不是什么要紧的话。那估计秦王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要跟我说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才不是这样呢，虽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跟耳朵呢一起去看了杂耍，我们还去铺子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。那就算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街上走着，那心里也是高兴的。秦王不来见我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着急，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是想着你会不会想要见秦王嘛？会不会？还是你想见谁啊？我不想。哎，这个破哨子！桃子，这么久才来，慢死了。今天17郎在丰英楼请大伙喝酒，我听到哨子就赶过来了，但是太远，所以才晚。你说秦王在丰英楼请你们喝酒？是啊。那他有没有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他有功夫请你们喝酒，那说明他不忙嘛。他不忙，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家小姐？这个老鲍也问他，但17郎那会儿就跟没听到似的。这两个冤家，怎么又闹上别扭了？是啊，你看上次救完崔小姐以后，他们俩回来路上感觉还挺好的，一路上既没有吵架，也没有打架，感觉客客气气的。你个傻东西，知道什么呀？这既不吵架，也不打架，那才麻烦呢。不行，咱们得好好想个法子。你想什么法子？既然他不肯去找他，他也不肯去找他，那这两个人当中，必须得先有一个人
迈出第一步。不是什么他呀他的，我都听糊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买干果去。啊？啊什么？走，买干果去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点！早听说丰英楼是京都最好的酒楼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菜好吃，酒也好喝。酒是好酒，可惜豹哥他现在不能喝酒了。包大哥呢？刚说方便一下，难道调茅厕去了？人家说方便就是去茅厕嘛，你为什么说调茅厕去？这方便，不去茅厕，难道还能去别墅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比划拳，谁要赢了就喝酒，谁要输了就去找老鲍，看他是不是真掉脑。好，玩一把，玩一把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七个首啊，四十草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八匹马啊！哎，我赢了！石七郎，你猜隔壁眼镜是谁呀？啊？我来，再来，是我猜。兄弟好呀，七魁首啊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啊？三星照啊，大哥输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行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咱俩来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六魁首啊，兄弟好啊。哎，桃子，你买这么多干果，你是要做什么？小姐喜欢吃这个，我打算用这个干果感动她。哎，老鲍，桃子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一年半载不能喝酒，放下。不喝就不喝嘛。哎呀，豹哥，来点你的花生米。有啊，对呀，豹哥，花生米有啊，这不是？哎，拿着，来。哎，我，啥呀这？哎，石七郎，你俩，这老鲍太抠了，太抠门了，是不是你们？这酒确实有些上头，我出去方便方便。石七郎，你慢点，咱们继续。继续。哎，六个六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。过来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！咱们就赌石七郎去还是不去啊？下注吧！我觉得呀，他肯定去。好，压10文，去10文啊！还有谁？我全压，他不去，他必须去。好，20文，20文不去。好，不去，一言为定，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。啥也听不见啊！这要耳朵在就好了啊。嘘。小姐，秦王特意买了你爱吃的干果，让我拿过来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小姐，你可是不知道，这个干果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的。拿来我尝尝。哎，回来了！石七郎，你进隔壁看没有啊？进了吗？没进吧？进去了吗？石七郎，没进。哎呀，愿赌服输。老二接着，老四，这石七郎，你咋不进去呢？你害俺输了好多钱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石七郎是军中最好的斥候，他肯定发现啊，隔壁是2个抠脚大汉，发现不是隋小姐，所以就不上当。对，是3个，3个。哎，我怎么看见是2个呢？他们点到酒水饭食，连筷子都是让茶博士上的2双。你怎么就发现是3个呢？
还有一个在楼下，刚刚上来。他们都是贩苎麻的商人，刚从新州过来，身上的银钱有很多。倒单那个是去换钱了，本来不想来丰盈楼吃饭，后来想想还是来，所以查博士又多准备了一副碗筷。还是17郎厉害呀！佩服佩服！我就说嘛，17郎虽然没进去，但他肯定会把隔壁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弄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还不服气，偏要跟我赌，输了吧？给钱！给钱！哈哈，这是我的。我又输了10文。这秦王特意去给你买了干果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送他点什么，表示一下感谢？确实挺好吃的。不枉你排队排了那么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干果不是秦王买的？这一眼就被你识破了。看来8成也骗不到秦王。骗他什么？就是这个干果啊，谢长儿也带了一份回去。本来我俩都商量好了，就说这个干果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下可好，他8成也是骗不到。来，那就谁买的谁吃。真的排了很久的队的，是挺好吃的，辛苦你了。自己吃。来，哥敬你。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父皇虽然让我代管镇西军，但是那裴氏父子怎肯听我的呢？我这代管不过是个虚职罢了。比起我来，天天被关在这府上，你强100倍吧。大哥何必泄气呢？眼下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向父皇求情。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看在以示母后的情分上，父皇肯定会心软。对呀，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那我要亲自给父皇上书来诉说此情，也许父皇能看在母后的份上，把我给放了。大哥放心吧，臣弟定然会全力在父皇面前替大哥求情的。接到殿下的帖子，深感殿下雅意。殿下说得了2团好茶，邀我共赏，我就毫不客气前来叨扰了。顾相客气了，这还有2株老梅庄盆景，是裴元到了毕州之后派人给我送过来的，虽不值钱，但颇有意趣。我是个粗野之人，不懂这些花月之事，但我听闻顾相画梅乃是京中一绝，所以这2株老梅庄盆景放到我府里实在是可惜，回头一并送到顾相府中去。多感殿下圣意，却之不恭啊。对了，这崔乙的女儿崔氏女要觐见陛下之事，礼部还没争出个分晓吗？不只是礼部争执不下，现在连兵部也掺和进来了。兵部说，崔家军在前方抗敌打仗，崔氏女可以视作大将军之子去觐见陛下。可礼部却驳说没有此先例，而户部又说，崔家军的粮草、军饷均未从户部拨发，自从平凉、卫阳的税赋中扣除，这笔糊涂账不能不算。现在崔氏女还没有见到陛下，可6部自己却吵了个不可开交。其实这崔氏女要觐见陛下，礼部不就是拘泥于没有先例吗？这崔氏女的母亲贺氏是朝廷敕封的武烈夫人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朝廷为了京表辅圣夫人，特意在大朝之日，令辅圣夫人的女儿亲自上殿，由世祖皇帝亲自赐了金表。殿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，确有此先例。既然如此，那崔氏女便可以上殿觐见陛下了。我刚刚命人去查阅了那份卷宗，果然，秦王前几日也查了这份卷宗。傅圣夫人的女儿上殿之事，那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只有礼部的积年老力才能找得到这份卷宗。秦王为了崔氏女，特意寻此旧例，足见他对崔氏女的用情之真。为了那崔氏女，他千方百计，费尽心思，想让她得偿所愿呐。婉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倘若你的对手是崔氏女，为父觉得你颇可一试。但若你的对手不是崔氏女，而是秦王对那崔氏女的一腔真情，那你觉得你还有几分胜算呢？是都不是，就自认失败，那便不配当父亲的女儿了。何况世事难料，纵然秦王对崔氏女有情，但如果崔氏跋扈欺君，通敌叛国，那别说是择婚皇子了，就应该被株连九族。崔乙这个人呢，说他跋扈欺君或许会有，但说他通敌叛国，那倒不至于。父亲，开国左武卫大将军樊国公柴洪被指通敌叛国，最后被问斩街市。就连堂堂开国大将军樊国公都被指通敌叛国，那崔乙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刚刚礼部派人来说，可以去觐见陛下了，就在3日之后，大潮之期。是吗？看来他们终于争论出了一个章程啊。反正礼部的人说是依照什么辅圣夫人之女先例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总之就是说，小姐可以去觐见陛下了。这还真比我想的快一些。不过我是听说是顾相亲自去了一趟礼部，翻找了大概60多年前的先例，所以礼部才这么快同意你去觐见的。60多年前的旧例呀，也难为他能找到了。看来顾相为了平息朝中争议，也真是辛苦用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耳朵跟我说，秦王前些日子也去了好几趟礼部，说是为了什么边关的事情去查了好几天的卷宗。哎呀，你也知道那些卷宗啊，都多少年没人碰过了，他们翻找了几天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我看秦王这个人啊，真是挺没意思的。人家顾相都知道去为了我们翻找先例，他呢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对你也不闻不问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上朝啊？你都多久没上朝了？我记得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经常偷懒，装病不愿意去。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起来，忽然想上朝了？今天天气好，就去上个朝了。天气好？哎，别忘了下朝回来给兄弟们带着鹌鹑下酒啊！传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之女崔琳上殿。哎呦，这是崔乙的女儿啊！这没想到，真是一个自杀。臣女崔琳参见陛下。免。谢陛下。既然你说你要代替你的父亲，非要上殿见朕，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崔琳代父觐见
是为东都洛阳，于孙敬叛乱之时，由崔家军暂为代管。如今天下平静，陛下欲急垂拱之志，故崔家军即刻退出洛阳，将东都洛阳归还于朝中。你是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朕？是，洛阳是国朝的东都，自然也是陛下的东都。崔家军不过是代管而已。如今叛乱已平，崔家军当然应该退出洛阳，将东都归还于朝。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原来你上殿是为了说这件事，早说嘛！好。哎呀，朕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孩子。哎呀，这样跟皇后说，让她好好设宴，好好的款待你。谢陛下。皇后啊，今天这个崔林穿着盔甲走上大殿的时候，朕心里就在想，这个崔乙如此的无礼，他教出的女儿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崔林一开口就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朝廷。恭喜陛下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收回了东都。吴国师说过了，朕是真龙天命，天命所归，当然是福运绵绵。适才陛下说要设宴款待崔小姐，不知要如何办的才好？办得热闹一些，多叫一些大家闺秀，让这个崔林看看，京中真正的大家闺秀都是什么样的，也好压一压她的气焰。是。崔家军如今在朔州作战，朝廷对其猜忌不断。崔林呢，代父入朝，将东都洛阳还于朝廷。这步棋大开大合，果断干脆。这崔乙行事果然是老辣呀，不愧是沙场宿将。依婉娘对崔氏女的了解，倒觉得或许是崔林向他的父亲建议，才会有今日此举。那这个崔林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在父亲看来，朝中对于崔乙的猜忌，是完全打消了，还是暂时打消了？哼，自然是暂时打消。崔乙是平凉卫阳的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朝廷怎么可能对他不忌惮？适才父亲提到皇后要宴请崔小姐，会请京中闺秀作陪，婉娘是有资格做这个陪客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那就让婉娘好好见识见识这位代父觐见的崔小姐。你不是已经颇为了解她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以前她在军中，现在她在庙堂。父皇，今日一见这位崔小姐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尤其是身着一身铠甲，别有一番风姿。这几天啊，父皇一直在想啊，虽然这个崔宇把东都洛阳还给了朕，但是长此以往，难免他会动歪心思，所以啊，还是得好好的笼络他。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你若是娶了他女儿，岂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崔家军的军权要过来？父皇明鉴，此事可行。这两天皇后要设宴款待崔林，本来我让皇后就叫上几个大家闺秀，热闹热闹就完事儿了。可现在看来啊，你和公主们还有李丽都一起赴宴。他们呢都是陪客，你要好好看看崔林，看一看你到底想不想娶她，别委屈了自己。
啊，多谢父皇。臣女崔琳拜见皇后娘娘。免礼免礼。前日崔小姐着甲上殿，据说英气勃勃，不让须眉。我正想着今日大约能见着一位女将军，没想到今日崔小姐做闺阁女儿装扮，却又这般仪态万方，窈窕动人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不必拘束，快入座吧。谢娘娘。今日盛会，一为崔小姐洗尘，二为佳景难得。崔小姐久居瀛州，难得来京城，今日就让齐王、秦王这些个年轻孩子招待你游冶尽兴。今日满饮此杯，为崔小姐接风。多谢皇后娘娘，多谢齐王殿下。禀母后，夺彩之器已经预备好。如此甚好。今日设宴，我正愁没个新鲜玩意儿。齐王特意从南边寻了个新鲜的杂耍班子，就让崔小姐和今日的诸位客人们都一起瞧个热闹。齐王殿下费心了。这夺彩之器啊，是如今最时兴的。两方上台之后啊，只能抢夺彩帛作为武器，可以使用绊拦、摔挡、绕等方式来阻拦对方，以首先夺得彩球的一方作为胜方。齐王殿下对崔家小姐真可谓用心十足。能不用心吗？毕竟他的父亲手握重兵，既拉拢了崔家，何愁不能储位东宫？也无怪乎她一个臣女，竟然上书要自择皇子为婿，好生霸道啊！这两队之人，一边要想着如何将对方踢于台下，一边呢还要想着如何夺得彩球，同时呢还要提防自己不被踢下台。这夺彩之戏啊，甚是激烈，听着十分有意思呢。咱们就这么看着不够热闹，要不按照京中旧俗来博个彩头吧，不拘多少，好玩罢了。母后所言如此甚好。崔小姐远来是客，就请崔小姐博个头彩吧。是。崔小姐看好哪一队，便可以压哪一队，将彩头置于金盘之上，就是压彩了。一会儿由崔小姐将彩帛置于台上，便算是开彩。齐王殿下看好哪一队呢？我看红队的人机敏灵巧，定是能旗开得胜。那我就压殿下看好的这一队。我压红队胜，以这只金镯为彩头。秦王殿下可要下注？殿下，让婉娘大胆为殿下选一队吧。你想选哪一队？婉娘自然觉得蓝队可胜。行，那我就替顾小姐选蓝队胜。这玉鱼作为彩头。三弟豪阔呀，豪阔！
崔小姐，敬请观赏吧。好，幸不辱命，替崔小姐押中了。殿下好眼光。其余的都赏给获胜的红队吧。崔小姐觉得下一局该压哪一队呢？我觉得还是要压红队。我看红队啊，风头正盛，一定能连胜。传令下去，今日大家尽兴，无论哪队获胜，全部都赏100金。且慢。这次我要亲自上场。啊，二哥，平日里你不是最爱玩了吗？可愿意与我上场一试？这，齐王殿下，崔林愿意上场，跟殿下搭档，为之一搏。有崔小姐相助，定能拿下此局。可是三弟啊，我们是2人，你却是1人，对你不公平啊！不如你从这杂耍班子里再挑1人作为搭档，如何？不必了，我以1敌2即可。秦王殿下，殿下若不嫌弃婉娘身手笨拙，婉娘愿与殿下搭档上场。顾小姐，这夺彩之戏颇为危险。殿下不必多虑，婉娘明白的。好，那你便同我一起。既如此有幸，从内堂取一对龙凤钗来，为你们添做彩头，待我亲自为你们开彩。谢母后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怎么样？我就提了那么一嘴，你还真打算上了？当然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其实呢，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，不失为一个好想法。而且啊，我看街上那些卖小玩意儿的店铺，生意也很是红火呢。哦，还有那些胭脂水粉铺子，很多小姐夫人都很喜欢。好，你喜欢什么我们就开什么。傻样。今天黄后设宴，你说这宴会到底怎么样了呀？也不知道秦王和小姐他们俩见上了没有？一定会见到的。十七郎那么喜欢崔小姐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哄崔小姐的。希望他俩赶紧和好吧，要不然咱俩成日这么好的，他们要是再不和好，我可太内疚，真觉得对不起小姐。一定会的。
秦王殿下忘记了，崔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好，崔小姐，巾帼英雄。今日崔小姐真让我等大开眼界。崔小姐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如此夺彩之戏也精妙纷呈。这是崔小姐的彩头。多谢皇后娘娘。这对龙凤钗不愧是内省重工，细巧非常。皇后娘娘，您赠我的这对龙凤钗，我可以转赠给他人吗？既然是你的彩头，自然任你处置。谢娘娘。多承秦王殿下相让，娘娘赏的这只钗子便聊表心意，转赠秦王。齐王殿下、秦王殿下皆是男子，而我也是素来征战沙场惯了，唯有顾小姐素处闺阁，今日却自告奋勇上台，虽然不慎受伤，却没有一声叫痛。那这只凤钗便转赠给顾小姐，以慰你今日之勇。多谢崔小姐。都是娘娘的赏赐，我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秦王殿下当与顾小姐一起，谢过皇后娘娘恩典。理应如此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不需多礼，你们都入座吧。是。好孩子，你快过来。娘娘，生得这么娇颜秀美，偏又英气过人，最难得的是你这般大方周全。适才我得知顾婉娘受伤，本想待会儿赠她一对珍珠耳环抚慰一二，你却已经替我想到了。娘娘不怪我唐突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刚才在台上，我看着你，就如同一只燕子一般，轻盈灵巧。秦王素日有勇猛无敌的名头，今日你却赢了他，可见呀，你确实比他还更胜一筹呢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饿了吧？开宴吧。是。你快回去休息。谢娘娘。顾小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齐王殿下，齐王殿下。碧波万顷，秋高云淡。如果在花好月圆之夜，泛舟至太液池上，波光映月，
想来风光甚美。春花秋月各有佳时，只是在崔小姐眼中，4时美景，皆不如一展胸中宏图来的有趣吧。你心中恼恨我？人各有志，我何必恨你？我看你是生气的样子。既然说了，自然是有些不悦。恐怕你不是生气输了钱，而是生气我为什么亲你。是啊，你怎能行如此轻薄之举？今日人多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还了得？那你会不会告诉别人？非君子所为，我自然不会告诉别人。谢谢你，我知道是你去礼部查阅了卷宗，找出从前成立，我才可以顺利入朝，去觐见陛下。你不必谢我，安抚大将军，为君分忧，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秦王殿下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崔某还真是自惭形秽呢。李来，走。怪了，这内侍明明说是往太岳池这边来的，怎么没瞧见人影？崔小姐，崔小姐，秦王殿下，此宴结束之后，我也要出宫去，正好送送崔小姐。那就有劳殿下了。恃才夺彩之时，崔小姐赢得实在是精彩，令本王大开眼界。殿下过誉了，那些不过都是玩乐的雕虫小技。若不是有崔小姐在的话，又怎能赢得了秦王，夺得彩头？那是殿下眼光好，所以才压得中。那不是崔小姐？殿下，顾小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府中有伤药，用了之后不留疤，回头让人给你送一些。多谢殿下。客气了。不知崔小姐平日都有些什么爱好？送来的玫瑰荔枝樱花酪，奶娘吃了说特别好吃，让我再三多谢。既然奶娘喜欢，下回我请她去店铺里多吃。素闻秋日里骑马驰骋乐游园十分的畅快，我看明日必定是个好天气，不如明日我陪崔小姐去趟乐游园吧。殿下客气了，只是明日我要去慈恩寺还愿。那我陪你去慈恩寺。殿下，殿下，齐王殿下，陛下传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我陪你去慈恩寺，我先去见父皇了。说定了，明日一早我派人去你府上接你。这位崔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把洛阳还给了朝廷。确实，东都与西长京近在咫尺。如今这个局面，他崔家若是再占着洛阳，恐怕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这难道不是那位崔大将军的主意？我认为，恐怕是崔林的主张。他入朝上殿，归还东都，那么，则皇子为婿之事，他恐怕八成能够称心如意呀。
那这位崔小姐是想做太子妃？太子妃，人人都会觉得太子难为，可是谁有关心过太子妃的处境呢？再聪慧的人，到了东宫中，也得敛起羽翼，收起锋芒。这位崔姑娘本性率真，她又是一个这么洒脱的人，若真的做了太子妃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娘娘，锦娘，我是从娘家把你带进宫的。从前我是一个多么任性的人，自从嫁到东宫，我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作为太子妃，要贤良大度，身逢大变，太子身死，太孙流落，我不惜与孙敬周旋，也想尽力争取我大狱光复的机会。娘娘心里苦，奴婢都知道。将来我到了地下，我就会亲口对太子说，我尽力了，我尽了一个做太子妃应尽的责任，甚至是背上千古骂名，我都不会顾忌。可是锦娘，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史书上写到我，也就是寥寥的一句话，也许会骂我不真。可是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到底是谁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您哭一场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不，自从我做了太子妃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再软弱和流泪了。我不能忘，我曾是大玉王朝的太子妃。哎，昨天晚上大半夜啊，我又听见石七郎在院子里练剑呢，估计是一宿没睡。相思病嘛，睡不着那是应该的。不是，那崔小姐不是在西长京吗？在就不能害相思病吗？在都在了，相思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你懂。你摸过女人的手吗？你？那你懂？你摸过女人的手吗？我懂，你摸过，我懂，你摸过，我懂。行了，喝粥吧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去散散心。你昨天不是说要给顾小姐送药膏吗？叫谁去啊？难不成亲自去啊？你去吧。得，我就不该问。石七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崔小姐的吗？没有。哎，为什么他给顾小姐送东西，却不送东西给崔小姐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不懂。来，过来吃点儿。
见过齐王殿下。你家小姐呢？我跟她约好了同游慈恩寺的。我们家小姐一大早就出门去了，她昨晚特意摘香补了吉时，说得卯正3刻出门才好，还特意说不许带任何人去，这样才显得心诚，连我都不许跟去呢。不过小姐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在府中等着齐王殿下，跟殿下说声十分抱歉，让您白跑一趟了。无妨，我去慈恩寺找他去。殿下慢走。看着挺简单的，怎么就是变不好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本想着出来走走，结果走到这儿，大概是不由自主吧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我并不想去什么慈恩寺。我知道。既然遇上了，17郎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好好陪上我一天？就这一天，你不是秦王，我也不是什么崔小姐，无忧无虑的，快乐的过上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天下平定，就陪我一起驰马乐游原。太阳，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游原。一言为定。说过的话，许过的愿，或许都兑现不了。但是我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天，哪怕只有12个时辰，我们俩什么都不想，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过一天，好吗？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，想说的话会我答应你。一圈一圈，你是唯一的誓言，心照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。以前你常常说，要是能早点认识我就好了。现在我也这么觉得。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你，我就会带你去瀛洲，去看杏花。去吃小白杏。多远的距离，都有你的回应。擦肩的瞬间，像流星被暂停。熟悉的身影。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先开开心心过好今天，好不好？幕幕都是你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。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。
一针一针。你是唯一的心愿。秋波长静，秋水长天，这里可真美啊！这让我想起了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每到秋天，老包就会在河边打黄羊，然后每天都烤羊肉吃。哎，说的我都饿了。我下水给你抓鱼吃。好呀。哎，七七郎，那儿有条大鱼。嘿，那边。这个。哎，没想到我们阿莹文能下笔千言，武能上阵杀敌，居然连条鱼都对付不了。没想到我们17郎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抓条鱼，也没有好好的送到我手上。再来。哎，你后面，后面。心照不宣，你是永恒的心愿，不弃不变，历经千帆也不离散，天地为鉴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17郎连烤的鱼都这么好吃，真是不世之才。你这么一夸我，我就心惊胆战，我总觉得哪里又上当了呢。我这不是在夸你，我是在自夸呢。自夸？你看啊，我喜欢的17郎是如此精彩绝艳，那我是不是眼光绝佳？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你在我心里一直最好，也最厉害。这明明是在夸我，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也是在自夸呢。那是自然，我喜欢的阿莹就是这样精彩绝艳，我明明也眼光绝佳，十分厉害呀。